选很关键时刻，习近平在进行大清洗之后，全部人都在问：那你这样不就没有人可以去打仗了吗？之前不是有讲了2027这个数字，你今天的上将都被你清洗掉，你哪来的将领为你来搏命呢？甚至纽时也直接做出一个分析，他分析说，解放军高层实战经验轮真空，习近平你必须耗时5年这么长时间来重整你的指挥链，这跟习近平想要去统治统领，把一统台湾的这种心态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今天习近平宁愿放弃可以打仗的人，也要把他们整数清洗掉呢？最关键原因是什么？就是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为什么他们可以长驱直入杀到马杜罗旁边？就是因为有内鬼，有儿时玩伴，马杜罗最信任的人出卖了他，最后所有行程、所有的踪迹都给了美国，能够快刀斩乱麻，把马杜罗给抓获。这一点，习近平有没有看在眼里？他当然有看在眼里。他认为我不要成为下一个马杜罗。而我们刚刚讲的委内瑞拉的内鬼，不就是现在的张又侠吗？不要忘了，今天习近平跟张又侠感情非常非常好，他们是有2代的关系在，他们也是如同儿时玩伴般。但习近平需要帮忙的时候，张又侠都会在他身边过来帮忙。所以当今天马杜罗事情发生的时候，习近平不禁想问：谁就是那个内鬼？而那个内鬼就是张又侠。所以他今天不惜把这些可以打仗的人通通都清洗掉，把他整肃掉。在他心中，只要想一件事情：我不要成为下一个马杜罗。所以松哥，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清洗整肃这么大、这么用力？对于习近平来说，马杜罗的幻影，从美国把他处理掉之后，那个幻影在心中是完全没有消除过的。没错，我们当初在马杜罗被抓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最瑟瑟发抖的人会是谁？习近平。果然呢，在几个礼拜之后呢，没想到张又侠就被抓。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大胆的这个说法是，这个马杜罗被抓，害惨了张又侠。为什么害惨了这个张又侠呢？因为我们简单来说，事实上抓张又侠来说，对习近平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当然是。你看，国外媒体《纽约时报》说什么？他说，解放军高层实战经验已经沦为真空。因为说真的，目前为止，解放军里面只有2个人有实战经验，赵你知道，一个就是张又侠，另外就是刘振立。对，这2个全部都完了。好，完了之后，他说习近平要耗时5年重建指挥链。简单来说，他等于把过去攻台的所有的准备完全推翻，对，自毁长城。他宁可要自毁长城，为什么？要保住自己的恐惧感啊！为什么？我们就刚讲马杜罗的这个幻影来说，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什么挥之不去？我们跟他讲，马杜罗这一次被抓，中国不是有这个 JY-27的雷达吗？完全没作用。请问这是谁在担任这个装备部长负责的？就是你张又侠嘛。好，那这样。这一次来说啊，马杜罗被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传言就是这个马杜罗年轻的时候一起跟他长大的，也是他非常重要的这个少将，出卖了他嘛。他把这个指挥的这个所有雷达把它关掉嘛，而且还跟这个美国说他人在哪个什么地方嘛。好，那你知道这个张又侠跟习近平来说的话，他们有2代交情。他的父亲张又侠父亲张宗逊。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2代交好，他们2个也是非常交好。他还要叫张又侠大哥，他们家人都叫他大哥，那请问谁有可能是类似马杜罗旁边那个亲信会出卖习近平的？就是你张又侠。对，所以真的是马杜罗害死张又侠。对，另外一个我们就讲，事实上现在有个最新的爆料嘛，就是委内瑞拉副总统这个 Rodriguez 已经在美军要来之前就跟他说，我们可以这个愿意跟你合作嘛。好，那你讲，假设习近平被除掉之后，谁可以跟美国合作？就张又侠。所以张又侠不只是这个所谓马杜罗旁边那个所谓亲信，他还是副总统的角色。所以呢，他就变成是习近平完全想要除掉的一个人嘛。对。所以我就讲，为什么今天来说，你看《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为什么他向美国泄露核机密，表示你会出卖习近平嘛？你会泄露给美国核机密，赵尔他会不会出卖习近平？当然会嘛，所以我在说，为什么一定要抓掉他？就是马杜罗被抓之后，让习近平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好，那他现在呢？因为他是装备部了，所以他现在准备怎么样？全部一起查。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股市里面来说，其实今天中国股市表现的还有一些上涨，就没有全部的军工股全部都大跌，全部都绿色暴跌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就讲，你可能只有查
只有查张又侠吗？没有，你可能连带什么中航成飞啦，你看歼20、歼5、歼7、枭龙、歼10，还有中航沈飞，包括歼11、歼16、歼15，还有歼15T，全部都要查。所以现在接下来的话，中国的军工股全线暴跌的一个状况。而且你可以看到，中航沈飞有没有？就是之前张又侠管的，对，就是他的。所以你看今天跌惨了，对，因为他一定会牵累到他。是没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哪有这么简单的？对，所以我才说，目前为止来说啊，中国真的是风声鹤唳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跟他讲嘛，为什么现在大家来说的话，说《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华尔街日报》是说什么？他说中国最高级别的将领呢，这个张又侠被指向美国泄露核机密嘛。好，那核机密来说的话，他为什么会出来？为什么我们就说今天为什么中国的军工股全面大跌呢？那你张又侠为什么会给这个资料？你为什么会知道？主要原因是因为原本呢上个礼拜被官宣调查的这个中国核工集团的有限公司原党的副书记。还有总经理顾军，对，他讲出来的，他咬出张又侠，也就是说他在调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的确有泄露给美国，那只是张又侠。所以呢，因为你看这个公司嘛，中国核工集团就跟中国这个装备相关，所以我讲那些生产的所有的这个军工股全面大跌，跟他有关系。哎，你会讲出来，表示其他人也会讲出来，所以接下来可能很多这个贪腐的时候都会把它揭露出来。好，另外一个我就讲，刚才为什么沈飞会跌得特别重？因为原本的这个张又侠，他的这个住在所在地来说，他就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司令，对，所以现在已经把他调查，他任期是从2007年到2012年，所以他现在把他倒查，现在已经是2025年他把他倒查回去，2026年他把他倒查回去，你可以看到2025年1月25号的时候，你看当时习近平去视察北部沈阳，人很多，他笑得非常的开心，局长。就没想到敌人真的在本能寺，对，大内鬼那一群可能害死我的人，都在北部的沈阳军区。对，没错，他当时还去沈阳军区看嘛，那张又侠在旁边，对，那跟他两个当时还是关系很好的时候，然后后来还去这个会议室啊，然后去跟全国解放军呢去拜年那个状况，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现在呢，原来习近平已经开始派人到那边去查出来说，你们千万不要住在军区。你们给我住在当地的饭店，避开这个所有张又侠所有的这个网路。正好你知道吗？这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呢，等于是用一个所谓类似离间机的方法，对，让这个所谓的这个习近平呢对自己的大将动手。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哦，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说嘛，这个委内瑞拉国防部长这个帕德里诺佩罗斯，他突然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们的这个美国在入侵委内瑞拉的时候，用了过去从未在战场部署过的武器。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说：“对你把我们当实验场之外，他还说什么？对方是首次大规模使用新型武器跟人工智能，对 AI， 对，实行军事攻击，是。”太可怕了！我们当时不是说吗？他们有一种这个人家讲的啦，说有一种未见过的武器嘛，然后会让保安人员失去行动力，然后怎么头昏、流鼻血、吐血等等的这个状况嘛，所以不知道什么武器。所以你看，川普自己这个装神弄鬼说，我们有神秘武器哦，就没想委内瑞拉也出来说有神秘武器哦，然后还有这个媒体说有神秘武器哦，赵文你知道吗？这个听在这个习近平眼里的话，耳里的话，他怎么觉得他真的有神秘武器？好，有神秘武器来说好，那他攻进委内瑞拉，当然第一个要有神秘武器嘛。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卫报》说什么？泄露的影片显示，委内瑞拉政权为控制舆论而进行了这个绝望挣扎。他说什么呢？他说了，因为这个美国攻进去了之后呢，他说逮捕马杜罗之后，他就跟这个 Rodriguez 他们的副总统说，你们呢，还有你们内阁成员，你们要配合美国的要求呢。我给你15分钟考虑，我给你15分钟考虑，你要投降我们美国，按照我们的这个步骤做的话 ，OK， 你可以活下来，不然的话就把你斩首。这么直接？对啊，这么狠，15分钟？对他，然后他就说，我之所以会配合，是因为威胁与勒索无时无刻都存在。那他当然就说 OK， 好，那 OK 的还说，所以那你看，你会15分钟给你做决定，表示之前就已经有往来了嘛，对不对？他就说什么，他们都这个已经被逮捕之后，你看。Rodriguez 在内的多名官员都跟美国说，我们要合作嘛，对，然后就控制了警方跟安全部队嘛，然后握有实权的委内瑞拉内政部长的 Cabello 早在这个马杜罗采取行动数个月，就已经跟美国表示说我会讨论了嘛，对，所以他内部就已经很多人在反了嘛。好，那我跟大家讲，习近平这一次抓很多人来说，他都说什么？都说你有可能跟美国有串通啊，对，你就是这些人嘛，好，对不对？好，那我就跟他讲，甚至连 Rodriguez 都说。
我认为马杜罗必须下台。所以呢，你看已经有很多人内部一堆人已经跟美国示好了嘛。好，那尤其是我跟他讲，压垮这个所谓张幼霞最后一根稻草，可能跟这个人有关，叫塔瓦塔。然后马杜罗执政的时间的话，塔瓦塔逐渐晋升。2024年10月被认为总统这个荣誉卫队的指挥官跟军事反情报的总局的这个局长，掌握这个总统保卫以及军中情报网，成为军中的核心人物嘛。所以没想到他被美国收买嘛，美国收买之后，他就把那个应答器，把那个所有相关的雷达把它关掉嘛。对，张豪，你觉得张幼霞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如果假设真的是军委的副主席，他军中人脉可能比习近平还要广。对，所以我们假设一个状况，美国今天要来斩首习近平的时候，谁会是那个内应？就是张幼霞。张幼霞又对这个习近平非常了解，对不对？而且习近平如果假设他对他很信任的话，因为为什么？我跟他讲，两代之交，他还要叫他大哥，他们很多人都叫他大哥，哈。所以你知道，事实上，所以这个让习近平突然之间看到马杜罗的下场之后，他眼神，他是精神一惊啊！看完他，对，那对，就是张幼霞了。媒体现在开始去回看，你会发现到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之前不是见了这个卡尼吗？这个印尼，这个所谓这个加拿大总理，对，那时候就有人家说，你这边有个黑脚，他说可能人家就说可能是在那边装了什么，穿的这个所谓什么这个。他今年1月份，对这个记者会的画面。他穿防弹衣在那边，好，那有可能是防暗杀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曾经在川普上一任的时候担任所谓相关的这个国安顾问的这个佛林来说话，他居然转发了这个蔡胜坤的这个他说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境内发生的政变，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海外中国人士的这个评论把它发过来，他说中国发生政变，所以表示什么？美国内部人士也认为说，的确有政变的一个状况。好，那我想，甚至连这个作者，这个所谓《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这个作者魏玲玲呢，他要发一个文章说，这不是结束。他说这个不是结束哦。他说张幼霞还有这个刘振立的领导下，数千军官一路上升，然后如今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系统性清洗的主要目标的时候，各级军官的行动装置、手机被没收，所有军事单位都进入所谓高度警戒状态。钟哥，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最讨厌人家说什么？你说我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我们之前讲什么景山的那个事情，对，气得牙痒，一大堆给我去那边干什么？结果现在张幼霞跟他的事情根本就像是当初明朝崇祯皇帝的以四之变。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以四之变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当时的袁崇焕是唯一可以抗清的一个大将嘛。就没想到皇太极用一个所谓的这个离间计，逼了这个所谓的崇祯斩杀袁崇焕嘛，斩杀自己的大将之后呢，就变成是面对清朝的攻击的时候，他完全无力抵抗嘛。那我那天很多人就说，你好像类似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可以打的就剩他了，就剩下他跟刘振立，你两个一起把他处理掉了吧？好，那我们跟他讲。为什么现在会这样说呢？现在为什么要倒插？你可以看到说，这是这个2012年之前呢，当时的张幼霞她担任的职位是沈阳军区的这个军官嘛，好，这个司令嘛，好，就在2012年的时候，他已经这个被任命为什么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张幼霞任这个总装备部的这个部长，父亲是开国上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张宗逊嘛，好，那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还把他报道了一遍，好，那后来他就去美国嘛，因为他担任装备部部长的时候去美国访问嘛，哈。去美国访问，所以他跟美国有没有往来？有嘛，好。那后来他在2017年的时候出任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嘛。为什么出任副主席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习近平需要有一个在军中有人物了。你知道，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的时候，他后来不是整肃了这个郭伯雄啊、徐才厚一些人，他当时靠的是什么？刘源。刘源是谁？刘源就是过去这个刘少奇的儿子，所以当时是靠他。可是后来呢，他把他赶走。他还要另外一个有军事实力，就把张幼霞拉上来，拉上来之后担任副主席。所以当时接下来第二波打老虎的时候，是由张幼霞来主导。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召开了这个20大上面，他已经72岁，照理说不能够连任，继续让他连任。好，所以等于是说张幼霞一直是习近平一个非常看重的人物。所以张幼霞，你看他在2022年的10月啊，他不是就把李尚福这个拉上来嘛？李尚福就这一次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就说他给他钱嘛，这个所谓幼霞老大，你让我这个担任国防部长，这是感谢你的事情。好，但专业是这样嘛？哈，那好，因为有水很多嘛，所以他担任了这个军委会的这个军委主席、军委委员的第1名嘛，哈。然后2023年的3月12日不是担任国防部部长吗？就没想才5个月之后他就
落马了嘛。对，所以现在显然就是说，你看，你果然是贪污腐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当时裴洛西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呢，中国不是有发射这个导弹、发射飞弹吗？还有军演吗？就后来美国不是公布了这个他们空军大学公布了解放军火箭军的研究报告啊？你看。这是美国的这个航空航天，对不对？你给了你谁能够给那么完整呢？一定是成绩非常高嘛。张幼霞2012访美，结果没有想到这建立了关系之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2022的时候直接把报告拿出来了。对，所以现在就是说，你可能真的跟美国有一些相关往来，这的确这个习近平或许已经掌握到了嘛。好，那问题是早就知道了，那为什么现在要动手？所以他就说跟马杜洛很大的关系嘛。因为马杜罗被抓的时候，让习近平非常的担心。我真的有可能，你过去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人啊。好，那我就讲，你看哦，所以人家现在就回推回去哦。你看在2024年6月的时候，当时不是彭丽媛就说，他居然也身穿军装，对不对？来到这个在多名的这个军人陪同之下，他不是这个担任所谓的考评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委员吗？对，你也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担任这个职位？所以就有人就说，难道他要把他的老婆拉入军队？那是告诉你什么事？告诉你说，习近平他能够信任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人了。对，他你看，连他的算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的大哥把他干掉了，所以他现在能够信任谁？你说他能拉拔的所有人，他能够信任吗？我跟他讲，现在他其实处在一种非常恐惧的状态。对，虽然说没有错，他现在大权在握，真的是这样，但是他身边已经也没有信任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所谓《纽约时报》是说你自毁长城，你把所有的这个指挥链。如果真的要打仗，难道他自己去指挥吗？怎么可能？他根本不会打。所以没有那个指挥链，他现在要跟谁联络？他现在另外一个这个所谓这个军委会主席张成敏，他根本不是打仗的啊。对，唯一能够打仗，我就说2个人啊，一个就是这个所谓张幼霞，一个就是刘振立啊，他们2个人能够打，为什么？因为他们2个人都是打过什么？这个中国最近的一次打仗是1979年的中国的这个中越战争。对，中越战争的时候，他们当时中国跟越南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叫老三战役。就是他们在守在这个越南跟中国之间的老三战役的时候，他们打下了这个，就防止越南进攻老三，然后拿下老三之后呢，就让越南的军队没办法打下这个地方。当时的时候，张幼霞是主将，对，然后刘振立也是在那个地方，他还怎么样？所以死守山头，所以他们2个都有战功。所以为什么张幼霞后来会一路被拔走？因为他是少数具有实战经验。所以为什么他要把他留在这个军委会主席里面？因为他有这个实战的经验嘛。好，那我就讲。当时他们来打这个，如果你去查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史，也在712炮战，就是中国不断的用大炮攻击啦，防止越南的这个进攻。当时有战功的2个人，一个是刘振立，一个是所谓张幼霞，就2个这一次呢都被抓，所以中国解放军目前为止没有能够实战的这个人员。好，那我跟他讲，那张幼霞被抓的时候。解放军已经，我跟大家讲，解放军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对，你连张幼霞都能够抓，尤其是你看现在解放军军报说什么，永远吹响这个冲锋号，对不对？他说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我才管你干过什么事情，你打了什么样的仗，是你有问题，我就是弄你，我就是杀头。对，身份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开国上将的儿子，你也没有你也没有这个豁免权。你有功劳，你有打过越南战争，你也不是赎罪券哈，不是抵罪券。然后一匹隐藏很深的老虎被连根拔起，哇塞！所以我就说嘛，还有戏。那我就讲，那结束了吗？当然没有，你是上面的人被拔掉，下面还有千万个这个将军，到底习近平能不能控制得住？控制不住的话，当然局面可能会无法收拾。不过我们就看接下来可能在这几个礼拜，中国政局搞不好还会出现更大的变化。宇轩，我们刚刚讲，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恐惧、他的恐慌已经展现无遗了。而现在什么？他更怕什么？如果今天民心思变化，那应该怎么办？结果他最擅长的大内宣，他又来了。没想到，国安部他们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现在花了多少？花了5.6亿。这个是什么？非常高的金额，竟然要在过年的时候播一个谍报片。这个谍报片是什么？臭美国人！每次中国我们讲过年的时候应该欢天喜地的嘛，播放一些什么春节贺岁片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打麻将啊，咚锵啊，对，就今年过年跟你讲说金纸无声，过年的时候你放这个东西有没有搞错？但我跟你讲哈，这代表中国已经狗急跳墙，特别是习近平已经狗急跳墙，因为这部片呢，什么叫做金纸无声？我跟你讲哈，他说中国啊有一个我们讲的超级厉害的这种量子
电脑哦，有这种我们讲量子密码。那这个晶子呢，就是那整个研究计划量子晶片的代号哦。中国超英赶美哦，技术领先全世界哦。但是这个晶子出什么问题呢？因为它内部有锁定一个非常重要。中国国家什么歼35这种战机的机密，结果没想到呢，老美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来窃这个密，他们想要偷，对，要把它偷走。对，那偷走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疑神疑鬼，组成了一个国安团队。就没想到这个国安团队里面呢，竟然有内鬼，跟这个外部的间谍势力啊。有里应外合，所以开始激烈的交锋，就是你是神也是鬼，你负责查这个泄密，就是你泄的密，然后你跟外部势力呢有勾结，所以他开始要抓这个内鬼。讲完之后，我就想说，张幼霞你真的死得有够惨，人家为了你拍了一部电影，说你这个家伙，他们真的被吓到。CIA 的宣传片出来之后，我们要拍一个贺岁大片，这一点都不贺。这是喜事丧事喜办，这怎么贺个法？来，各位，你知道更好笑的是什么吗？第一个你中国烂晶片谁要偷啊？不是你中国烂晶片谁要偷啊？不是你们整天想要来偷我们台积电吗？这个人家可能是张艺谋大导演的电影不是张艺谋是被逼着上架的。因为很简单，张艺谋来，他在美国其实有豪宅，对，所以他被叫来拍这部片，他是干嘛的？我要来拿，我是来献钟的。这是我的献钟券，作业我来拍，交作业啊，交作业的嘛，来交作业。而且我们的张艺谋交作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拍什么片不一定会大红大紫，但一定有温淡淡就是给人家搞这部片妥当的啦，那绝对不会出事，票房不好也没关系，老板看了满意就好了。所以这是新华社帮金子无声打广告。新华社帮电影打广告，你看更急了。你看全民反间谍，那这样说什么呢？不能被渗透，不就是讲 CIA 吗？不就是讲他们现在中共高层，而且还指定是军方，还是军事晶片，还跟战斗机只差没把火箭机写下去，所以他整部戏就为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讲这个电影，光是在向下，孩子的教育不能等，他们从孩子开始洗脑，很可怕来，他们有一门课，我们是什么课呢？公民课嘛，对，那现在大家爱上不上了嘛，对不对？对于宪法爱上不上了，他们叫思政课，叫做思想政治课。来，各位，我念给你听思想引导以及助魂，你们看到？助魂，我要磨练你的灵魂，我要把你的灵魂用热火来熔炼，然后呢，育人一人高档的建设与思想工作展开新局面，很可怕。他要开始干嘛呢？他说，第一。这些思想洗脑的这些老师他的薪资平均收入要高于其他专业毕业的教师平均水准。你看那些教英文的、教数学的、教物理、化学的都不行。思政课老师 No.1， 对，然后教英文的要失业了，因为我未来不教英文，他只教思政课，英文的不学了，我们学思想教育正确。那再第二个来，他说全国原本教这种思政课只有3.7万人嘛，因为中国人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人，来增加到11万人，对，然后呢预计会突破我们讲15万人，然后讲师超过12万，换言之是在大幅度扩编。对，我请问一下，学这个对国力有任何帮助吗？没有，洗脑用的。对啊，所以代表他只要政权维稳而且他学的东西你知道吗？来，第一个叫做习近平思想，这我不专业啦。第二个呢叫做毛泽东概论，开始有点沾上边。第三个叫做马克思主义，所以你知道他是什么目的吗？他要打造中国三圣，比如说这是马克思，这是毛泽东，然后你看习近平摆正中间，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两个比重降低。那大家都把这个习近平的比重拉高，我们要学的是习思想。对，所以习近平成为社会学家，竟然是我的同行，了不起你习近平，你知道吗？所以你看网友就说，中间这门课之外，旁边2门以后都没了，为啥？真的吗？好像是的。我们开会说，绿色那一本最后一章会删掉，毛跟近代史合并成一本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变历史了。他把毛泽东变成历史，所以往后的思想全部都要学习近平的。来，你知道上课上什么吗？各位，我跟你讲，这真的超级恐怖。来，第一个，有没有看到这个老师？这是我们讲的高薪的那个思政课的老师。他说，美国非常危险。你像是你看不看复仇者联盟？你看钢铁人嘛？那钢铁人你知道吗？复仇者联盟本身都是美国拯救全世界，所以当你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美帝这个遗毒会植入到你的心中，你未来你就觉得说美国是好人，这个叫做思想殖民，千万不能看这个我们讲的东西，要看金指无声，要看这个谍报片。然后再第二个他说消费主义的陷阱，他说美国会怎么入侵你？他说像你去买星巴克，
你去买一些美式商品，这都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延伸。他用经济来控制你，但是他给我贴了一个 H&M。各位好朋友啊 ，H&M 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是瑞典啊，瑞典的品牌，它不是美国啊，你冤枉他啦 ！H&M 能买啊，兄弟啊！来，你看哦，他说，你看啊，而且他透过这些媒体去隐晦的宣传美国有多好，然后开始跟大家讲说，千万啊，你要记住爱国教育啊，不能被这个美国用这种思想殖民啊，每年花数百亿就是要殖民你，就是要渗透你来。但是哦，有一个单位我 respect 他，同样跟我们同行。媒体从业人员，央视，你知道央视要造反了吗？对，他们现在我跟你讲，他们那个低级红、高级黑的技术已经超过我的想象。真的假的？最近张幼霞是不是中箭落马？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开始在播什么吗？辛弃疾传。而且我跟你讲还很故意，因为他原本电视上档的时间大概我们讲到16号还是几号而已嘛，他是最近开始把它哔哩吧啦把全部上传到网络上，而且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 YouTube 吧？对，还放了辛弃疾传，马上上传之前播完的最新的完整版给你了。我跟你讲，赵这最酷，你知道什么吗？他明明他是播1个礼拜，对，所以他是大宋词人传。那大宋有一大堆嘛，什么李清照，什么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他偏偏只上辛弃疾，对，然后还给我上在 YouTube 上，所以你是翻墙嘛？那上一大堆辛弃疾，那你知道辛弃疾当年是什么吗？他就播一个桥段来那时候他说辛弃疾讲辛弃疾剧中，当年岳将军就是被这12道金牌捆住了手脚。1道金牌上面有断我飞狐军的根基啊！那在讲什么？现在谁被夺了军权？张幼霞。谁中箭落马？谁像岳飞？谁被下了12道金牌？属下不甘心。对啊，而我如今也得到如此殊荣。飞虎军不能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不能没有您啊！因为辛弃疾当时就是任命这个湖南安抚使结果你知道吗？他被真的以莫须有，说他什么呢？来用钱如泥沙，这个叫贪污；杀人如草芥，这个叫我们讲暴政。所以他说又贪污又暴政，被弹劾罢官，而且他指控的只有一件事情，也就是当时辛弃疾遇到了一个大昏君。但如今如果辛弃疾是对照着张幼霞，那你想？这个大昏君会把中国搞到亡国的会是谁呢？廷尉，我们刚刚一直讲，现在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坐立不安的感觉？今天爆了一个大雷了，农民银行竟然出现了假贷款的事情，等于是什么？习近平完全被蒙在鼓里。之前他这么努力的在做农业银行这件事情，竟然发了2兆人民币的假贷款，相当于台币，我看一下这个金额，9兆的金额都是假的。对，这个不是农民银行，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跟农民银行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政策型的资源的银行。也就是说，你看很多农民他比如说要买一些种子啊，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他要去贷款，对不对？那贷款跟谁贷？有点像台湾的农会的这个贷款的概念那所以他在扶植这些农民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中间的官员还是贪污腐败一堆。总共将近统计的结果是什么？有9兆台币想想看，9兆人民币大概2兆左右9兆台币来讲的话，是一个没有任何名目，然后突然间就随便放贷出去了，就等于是一个呆账的概念。对，那这个放贷出去，到底钱流到哪里去了？所以其实习近平一个头2个大，他其实要处理的不是只有军方的问题他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因为农民没有拿到这些东西，但是呢，官员被污掉了之后。农民会不会造反？农民会想说：“你这个奇怪，你不是都上缴了？都骗我的。”对啊，所以给我们的吗？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更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本来中共它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说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这个制度嘛，就是去调查其他人有没有违法乱纪嘛，对不对？但是呢，在国家的层面来讲的话，它有一个监察委员会。结果今年来讲的话，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整个对2025年来讲的话，总共有4万多件，结果被立案调查了，总共有4119人处分3763人，移送司法机构了234人。简单讲一句话啦，就是说今天中国来讲的话，他的官员已经从上已经烂到下了。对，你今天来讲，就像我们的监察委员一样你要去查别人。结果你自己本身就犯罪了，你本身来讲就贪污腐败了，对，然后所以你已经又被人家检举了，所以你又凭什么资格去查别人呢？所以今天他不是只有在行政体系的公务机关的这个烂到底而已他其实是已经连自己的纪律委员会这边来讲的话，就依仗他的权势也烂到底了。对，所以习近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今天再怎么换，其实都没有办法去阻止
这个所谓的歪风呢？那主要原因是所谓体制上的问题。这个体制上没办法解决的话，永远就是你换任何人上去都是会出事的。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中国解放军哪一个不贪？为什么人家说中国的官员哪一个不贪？其实都是因为制度下所造成的结果。对，你这个集体你不贪的话，别人也会叫你贪啊。然后你贪了之后，你有把柄在我的手上，那我就斗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斗。那习近平是希望人家斗争嘛，对不对？问题是你斗完之后，底下官员没有人去坐那个位置，对他来讲的话，整个国家的统治怎么办呢？对，所以今天出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从军方一直到金融体系，一直到这个所谓的纪检的这个相关的体系，这些来讲的话，全部都出事。那出事来讲的话，习近平当然4月他要见川普了。川普一定会笑笑的跟他讲说，其实你旁边的人被弄掉了，我都知道，因为其实那些人都是他布的线所以习近平他现在会担心的就是从马杜洛的事情，从这个哈米尼的事情来看的话，他会非常害怕，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些邪恶轴心的所有国家，如果都旁边都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他今天的向上人头只是CIA 要不要拿而已嘛，对不对？等一下到时候习近平如果也一样的方式被人家斩首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已经不要去想说什么来斩首台湾的赖清德或怎么之类的。今天习近平本身来讲的话，旁边的这些官员被渗透的、被这个贪污的、腐败的一大堆了。慧珍，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当美国开了第一枪之后，全世界都跟进一起去做。之前我不敢动你中国的船，我之前不敢动你俄罗斯的船，我就看你的影子游轮那边走来走去，我装作没有看到。我如果说你真的出大事，我才抓你。结果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法国先动手了。你听错，马克宏的法国竟然去把这一艘的影子游轮，人家也是垂降下来，真的把它扣住了。是啊，我们都知道，川普之前在那个欧洲演讲的时候，对于法国或者是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好像让人家觉得有点看不起狂骂的。所以现在马克宏硬起来了。这个1月22号的时候这个法国海军跟英国这个一起联手在他们协助英国情报协助之下，在地中海的这个阿尔伯兰海成功拦截并扣住这俄罗斯的油轮叫格林奇号。那这个格林奇号它其实是用假旗帜挂别的国家的一个旗帜，规避西方的一个制裁。然后呢，船长是58岁的一个印度裔的一个船长。那所有船上的一个工作人员也都印度裔印度籍的人那他们现在也都被扣住那整艘船也就现在已经就是要被带回到法国去，交由司法相关审判。他们说这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其中一艘船对，那这一次马克宏也是展现铁腕凸显出欧盟在地中海执行这个能源制裁真的要硬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俄罗斯的普丁当然是很不开心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是海盗行为你这个根本是在转移法国自己内部的内政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事实上它整个俄罗斯内部大概有数百艘、400-500艘。所谓的影子船队因为它长期以来俄罗斯已经也是被制裁很久，虽然那个船很多船是没有零件可以去换的，你知道这蒙呢？哇塞，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艘被逮到那一艘是1月22号，对，原来在之前1-2天也有一艘这边漂流一个叫进步号的，对，这个进步号这个漂流这边它是有19年历史你知道吗？它2度被制裁，然后2度更名在去年改挂俄罗斯的一个国旗就一个就后来你知道很好笑他后来就发现怎么那个时速它的那个速度行走速度变非常非常慢，它是一节而已，再升一节，一节是慢慢走路的，几乎就是漂流，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他既然失去了控制代表着一定是有机械故障所以失去了控制。就这一艘这个是1月23号的时候被人家发现，它缓缓的向东漂流这一艘船上大概有73万桶的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它完全飘离了它原本预定的一个方向。那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个俄罗斯原油或者是委内瑞拉油基系你都这边私底下偷挂不同的国家的牌子，然后的国旗，然后这边偷运，然后偷卖。那最终的后面的买家是谁？常常都是中国嘛。对。所以人家现在就说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他
他说哦，这个委内瑞拉哦，之前在2007年的时候，把这一些西方，尤其是像美国啊、英国啊、这个 BP 啊、美国的埃克斯美孚赶出去啊，就他赶出去之后，我全部这个原油我国有化，我自己产。但事实上是中国，哇，中国就趁隙就进去，你知道吗？所以中国在那个委内瑞拉这边啊，不管是油田开采啊，或者是说他们买卖的这个原油啊，都是最主要的一个买家啦。那简单一句话，就是变成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一块。被中国一个人拿去啊吃饱吃满。那现在那个美国已经进来啦，美国这个把马杜罗请到美国去啦。那现在川普已经说了，我们无限期来掌控委内瑞拉的原油买卖。那什么意思？就变成我川普坐庄嘛。所以原本中国是等于是把委内瑞拉把美国赶出去，中国进来。现在变成美国把中国给赶出去了。是，而且你知道吗？中国那个川普之前不是就是邀请很多美国的一些原油的开采商来开会吗？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太积极表态，结果你看现在，哇塞，一个一个就积极表态嘞。你看像一个叫 Vito 公司啊，然后另外一家公司啊，他们也说哦，我们愿意买这个第一个这个5000万桶原油。哇，他们就花了这个2.5亿美元去吃下来，你知道吗？然后甚至承诺什么哦，只要你越多，我们跟你保证，我们绝对可以寻找比较好的价钱来帮美国政府处理这些委内瑞拉的原油。那现在呢，除了这个刚提到这几家公司表达意愿之外，还有2家公司，这2家公司其实他们也蛮倒霉的，你知道吗？这2家公司是哪2家？一家叫安妮啊，然后另外一家呢叫 Repsol。那这2家公司是怎样？你知道，这2家公司就是原本就已经在委内瑞拉去开采这个海上的天然气。那他们原本开出来的海上天然气，40%给委内瑞拉的政府自己去用嘛。就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从去年3月开始，委内瑞拉政府没有给他们钱呐，各欠了30亿美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债，你知道？然后呢，就现在这2家公司就跳出来就说，那个报告川普大帝，这个我们希望我们要继续去帮你处理这个委内瑞拉的油田啊或天然气田这些事情，因为第一个我们原本就在里面，所以我们经验；第二个，那委内瑞拉政府欠我们很多啊，所以我现在变成我帮你川普在解决开采更多，对，然后呢，你帮委内瑞拉政府还我钱呐，我要讨债的钱要还我啊，对，现在变成要讨债要还我，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超级好笑，他就说报告总统啊，川普总统啊，我们绝对有信心啊，我们可以短时间之内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量 double 再 double。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委内瑞拉这个肥大的非常肥的这一块肉看起来会有非常多人跳进来要分一杯羹。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